下面这个记录是我在油管上去曝光排防省勾结加拿大移民黑白中介的一个证据。排防省通过平台的一些规则合法的对我进行举报，当然对于他来说他是在维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利用各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OK，就是维权吧，那维权也没关系，他能维权，别人也可以维权，那就让他维权。然后他维权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我5个视频，有2个视频因为诽谤被禁止在加拿大播放，然后另外3个视频，是他以侵犯隐私的名义共举报了9次。也就是说有6次，我这打错了，应该是6次是重复的。我3个视频你提交3次举报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提交9次？只能说2种情况：要么他提交的内容是错的，要么他提交之后平台驳回或者是没有给他回复，他才会反复提交。所以有这2种可能。但是他是否有提交错误？他确实有提交错误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在推文上有讲到。很丢人，你提交个举报你都提交错，还提交这么多次，所以可以看到最终结果就是，平台也没有把我的视频给删掉，只是2个视频禁止在加拿大播放，以及另外3个他举报的视频还是到目前为止都是完好无损。这边可以看到，从2月8号到2月15号，这边有1、2、3、4、5、6、7、8、9、10、10，除开这个2月14号这个因为诽谤禁止在加拿大播放那个视频之外，还有9封邮件，就是我刚说到的，他以隐私的名义举报我另外3个视频。然后还有一个2023年去年的4月1号，也因为诽谤被禁止在加拿大播放的一个视频。然后下面就是在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管平台关于隐私的一些规则吧。这规则也是我因为收到平台的举报邮件之后，我按照邮件里的提示去学习的一个记录。然后我这边都把重点都标红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借着我这个机会来顺便了解一下平台的一些基本规则。这个是隐私保护的条款。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侵犯隐私的视频，可能没有违反你所在国家的隐私法律，但是它依然会违反油管的隐私条款。这就是如之前北京帮我发生的时候，他在视频里面讲到的，就是一般社交平台的保护用户隐私的一些规则会比法律会更严格一些。我觉得理论上逻辑上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法律严格，那大家都出现纠纷之后肯定会去找法律，增加法务工作者的负担，所以这从实际来说是说不通的。所以你只有比法律更严格，就是自己能处理，这是最好的，不然政府和法律界的人会觉得你的平台有问题，你需要整改，所以这个是没毛病的。平台的规则应该比法律会更严格。然后这边有说到一个，平台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会权衡用户公共的兴趣和新闻价值 （newsworthiness）。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猜是新闻价值的意思吧，对吧？然后我还特意搜了一下，什么是 newsworthiness， 就是说是这个词是用来描述一个话题是否为大家有足够的兴趣去知道，或者是需要知道。然后我为什么特别搜一下这个词呢？因为他们举报的我的一个视频，因为有2个视频是禁止在加拿大播放，没有删除，另外3个视频是没有做任何处理。我猜测平台是觉得我的这些视频是有这个 newsworthiness 的属性，
所以平台没有给我下架，也没有封我的账号，这是我猜的哈。但是具体是怎样我不知道。OK， 下一个是说你这个当事人必须是被唯一的能识别，唯一的能识别。OK， 具体是哪些因素能唯一识别它，后面可以再看。然后这边又说到平台它保留权利做最终决定的权利。插句题外话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是活在这些大公司的一个控制之下，什么谷歌啊、苹果啊、微软啊、甲骨文啊、亚马逊啊等等等等。所以真正流氓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你也不能说他耍流氓，毕竟你还有法律可以去，在正常的国家你还有法律可以去依靠，对不对？所以抛开法律不谈，我们在这些大公司面前，我们真的就是蝼蚁。我们如果这家公司它有道德，它能够很公正客观，那 OK。如果他们处理你投诉，如果你跟他们发生纠纷，刚好公关这件事情的人他又不爽你，或者会有其他的因素利益考量的话，我们肯定是斗不过这些大公司的。所以插一句题外话吧。然后下面这个是说，这个视频里，如果你是当事人，你能够在视频里唯一的识别出你自己，但这并不代表别人可以唯一的识别到你。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有一个视频是我跟黑中介的通话录音，然后这个视频他要举报，肯定是黑中介他自己来举报了，或者是他的合法代理人。但是呢，通话录音只有他的声音，黑中介能够识别这个黑中介他本人的，除了我，那就是黑中介他自己，还有牌坊省白中介他们勾结的几个人，就是包括其他陌生人，包括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也不知道这个黑中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所以我提到这个就是猜测我那个跟他通话录音的视频没有被下架删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条款的原因。OK， 下一个是平台说会给我们这些视频创作者48小时去整改去处理这个投诉的一个时间。他邮件里面确实也有提到，我稍后会给大家看。OK， 继续。然后这里就说什么人可以提交这个举报，就是当事人。然后呢，还有当事人的一个合法的代理人。OK， 也就是说，举报我曝光牌坊省勾结加拿大一名黑白中介证据视频的人，除了是我视频中提到的本人，也有可能是他的合法代理人。所以这就可以判断，这就不是猜测，这就是断定举报我这个视频的人有可能是哪几个人，范围就可以缩到很小了，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然后这边有一个小贴士、小技巧，就是平台给这些当事人教他如何更好的去举报，就是让他们把这个视频中的时间点提到他们的时间点去记录下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我不是说他们重复提交了吗？因为他提交的邮件里面有提交的时间点是错的，所以就是因为他提交错了，他才会重复提交。然后这边是说，我们这个视频创作者如果对视频的处理不够彻底的话，是不能接受的。我为什么要圈这个呢？因为我不是第二个视频是因为诽谤被禁止在加拿大播放了嘛？因为当时我收到邮件之后，我就按照邮件里的提示，用平台在线工具想把牌坊省的嘴脸去模糊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是我那个视频对他的嘴脸抖动太厉害，还是平台的那个人脸识别工具不够先进。反正我试了好久，不能完全的把牌坊省的嘴脸给模糊掉，所以我就尽我的可能把他的嘴脸模糊了一下，但是还是能看到他的嘴脸。所以我猜
我那个第二个因为诽谤被禁止加拿大播放的视频，是因为这个条款的原因，就是处理的不够细致、不够彻底，才被禁止加拿大播放的。OK， 这个是链接，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下面这个是讲平台是根据哪些因素来决定移除掉这个视频的。这边是说，当事人必须是唯一的被识别的，而且必须是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合法代理人提交这个举报。下面就是哪些因素是作为他们判断。OK， 第一个，图像或者声音。OK， 那这个没得说了，我是指名道姓的把牌坊省的照片贴了出来，所以这个确实违规了，我不否认。第二个是全称、全名、真实姓名，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尤其是推特上搜一下，叫牌坊省的，你能搜出一大把结果，所以这并不能唯一的识别我说的牌坊省就是那个牌坊省，所以这个也不成立。第三个就是财务信息，银行账号当然没有了。第四个是联络信息，针对牌坊省的没有，但是针对黑中介通话那个合同里面有他公司的地址，这个是有的，但是那个是能在网上大家都能够无差别的获取到的一个地址，所以这算不算？我觉得有可能算哈，但是我也不太确定。然后第五个是其他的私人可识别信息，那这就扯淡了，就是口袋罪了。反正上面4个说过不了的话，那第五个呢，基本上就可以由平台来自己去说了，好吧？这个就有点流氓了。OK， 这边又提到了这个 newsworthiness， 这个就是这个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打开看一下。下面就是一个提交隐私侵犯的一个流程，就是这个链接。所以牌坊省他们或者他的合法代理人举报我这些视频的一个操作，就是从这个入口进去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还原他们当时提交举报我视频的一个操作了。OK， 这边是诽谤，因为我5个视频里面有2个是因为诽谤被禁止在加拿大播放，所以我也特别把油管关于诽谤的一个条款看了一下，因为是油管它针对诽谤这一块是跟着不同国家当地的法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这边选择是 Canada， 然后他当时提交肯定是选择这个表格，就是这个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提交诽谤的流程。然后我也点开了这个表格，就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这里写着必须是当事人或者是他的授权的合法代理人，国家加拿大，你的真实的全名 OK， 牌坊省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客户，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合法代理人，也可能是他自己，邮箱，然后那个要举报的这个地址，然后问题就是他的图像，这个他肯定选这个了，对吧？因为我只贴了他的嘴脸，所以其他这些都不涉及，其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然后这边是什么地方？那是在视频里面，然后提交这个时间点，然后为什么这个诽谤是能够是符合你国家的法律？然后这边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加拿大的法律关于诽谤，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政府官方网站的关于诽谤的一个解释。这边可以看到说是公开的一个诽谤，没有法律裁决和缘由的一个诽谤，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我只能说加拿大这个法律吧，这个法律确实能被坏笔恶人给利用，至少我这件事情从我主观角度来看，就是被牌坊省这个坏笔给利用的。你非要他就是要让你去告他，不然的话他就觉得你是在诽谤，
好吧，那我肯定会来告你，你别急。这就是我猜他在上面这个地方填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条款，下面就是他的全名，然后要同意。OK， 这个就是在油管上投诉诽谤的一个流程。大致牌坊省当时举报我的视频，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加拿大这个法律的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 criminal code， 是一个刑事吧，是刑事案件吧，不是 civil case， 没错吧？也就是说，在加拿大诽谤它是按刑事，我之前也搜了一下，有刑事和民事的，好像是要根据你的金额和你的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影响的一个性质和程度来判断是民事还是刑事的。这个我有去看了一下，但是我是希望按刑事来处理，因为他们这个事情对他们整个加拿大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证，联系其他的受害者。OK。好，下面这2个截图是我收到的邮件，就是这是我发的第一个邮件，是2022年发布的，2022年11月左右发布的吧，但是是在2023年4月1号被牌坊省通过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流程给我按照诽谤举报掉的，然后油管就给我说在加拿大禁止播放了，好在没有删掉。 OK， 然后第2个，也就是前几天我发布的第4个视频，因为里面有牌坊省的嘴脸，有第4嫌疑人的照片，还有黑白中介我给他们已经打过码的一个照片，所以也被平台因为诽谤进行了一个禁止加拿大播放的处理。因为我已经那里面的照片除了黑白中介我有手动打过码，牌坊省的嘴脸和第4嫌疑人就是新嫌疑人我没有打码之外，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照片都是我在网上取的，不是我私底下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所以我以为这是 OK 的。但是通过现在的结果来看，就是我在视频里面对他们的照片没有打码，才导致我视频被进行了禁止加拿大播放的处理。OK， 然后这边是我目前有5个视频，除了关于录屏他在 Twitter 上的一些骚操作那个视频之外，前面4个视频就是我刚才讲的4个视频。第一个这个视频是被诽谤给禁止加拿大播放了，还有这个视频新嫌疑人这个，中间这2个，一个是跟黑衣中介通话录音，一个是说 CICC 已经开始调查他们这个事情的一个视频，现在还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然后下面我就跟大家讲吧，因为已经超过48个小时，所以就是说平台觉得他们的举报是不成立的，所以没有对我视频进行处理。然后看第一个邮件，这是2月8号中午12点21分，我就收到一封邮件，他这封邮件里面是说有人看到这里啊，这是他平台收到了一个隐私的一个投诉，来自一个人哈，不是说因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这里显示的是中文的话，他说的就是他人，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他人是单数还是复数，但是如果你这里是英文的话，那你就知道OK， 那就是一个人，所以这就可以很清楚的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是一群人在举报还是一个人在举报，这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你就可以知道是谁在举报我，至少你有一个能缩小一个怀疑的范围。OK， 这是我2月8号中午12点收到的一个第一封邮件，是把我那3个视频 P4 SUC QAI 可以看一下 SUC P4 QA 就这3个通话录音 CICC 和新嫌疑人这3个视频，
这是第一封邮件，对3个视频进行了一个举报，隐私举报。然后2月8号的晚上10点46，然后收到了对一个视频的一个举报，这个视频就是跟黑中介那个录音的视频，然后他这边有写到是哪一个时间点侵犯了他们的隐私，然后我就按照他这个提供的时间点去了这个视频里面找了一下，然后发现没找到啊，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怀疑，我甚至怀疑这个是不是代表时间点。后面我当时又跟那个帮我发声的北京跟他讨论一下，他收到的邮件也是这个时间点，那就奇怪了，他收到的视频也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就说明这个举报是错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重复提交，太草率了吧，就这么一点点都能做错。那只能猜测他是不是当时很急着要举报我所有这些曝光他的视频，然后就出错了，只能这么猜。OK， 然后下一个邮件是在2月9号晚上的10点56，第3封邮件，然后举报了2个视频，一个是 CICC 调查那个视频和第4嫌疑人的视频，他这里没有列出那个侵犯的时间点。OK， 然后是第4封邮件，是在2月10号的凌晨4点47分，又对我这3个视频进行了一个隐私举报，看的是隐私举报，这里写的隐私举报，然后也没有时间点，这是第4封邮件，我3个视频又重复提交了，他又重复提交这个举报邮件了。OK， 第5封邮件 OK， 这次他又写了很长的这么一个时间点，这是录音证据，也就是说在后面这几个视频他才真正的把这几个视频给捋清楚，然后他就把我这些视频都认真仔细的看了一遍，再把视频中提到当事人的一些时间点他给列露出来。我这边就好奇想问一下，这些坏逼在看到我曝光他们这些视频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个怎样的心态，我是很好奇的。是急着向平台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向公众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呢，还是怎样的一个心态？这是我真的很好奇的一个。OK， 看第6封邮件，2月10号的凌晨2点，这个视频是 CICC 开始调查，这里面我印象中应该没有提到他的照片吧，我印象中是没有提到，因为现在这个视频还在，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视频他又重复提交了。然后第7封邮件还是针对黑中介的一个，这是在2月12号中午12点啊，那这个肯定是黑中介他自己提交的咯，他估计也看了好几遍，这边时间点这么长，然后这边可以看应该是重复提交，估计是他是平台没有理他吧，还是怎样？我看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不一样。你看最后这个9分15秒到14分50秒，这个是在9分40秒到14分40秒，他又重新提交了一下。OK， 那说明他一遍没看明白，他又看了第2遍，他又重复发了，这是第7封邮件。然后看第8封邮件，又是黑中介，那就说他至少看了3遍我曝光他这个视频，所以他提交了3次，也不知道是对他之前提交的一个更正还是补充，这也看不出来。OK， 第9封邮件就是针对 CICC 调查他们的这个视频，然后这边也提到了几个时间点。看他这2个的提交的时间很接近，那估计是同一个人吧，对吧？应该是同一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刚好我那个视频也就30来分钟，他提交完一个视频，再看另外一个视频，花个30分钟，然后再写举报，刚好这个时间是吻合得上的。我估计是黑中介，这黑中介也太菜了吧！不过确实也菜，看他跟我通话那个录音，其实很多马脚就可以看得出来。OK， 这就是
牌坊省针对我在油管上和 Twitter 上曝光他们勾结欺诈的一个证据的一个合法的举报 ，OK， 也是维权吧，确实是维权，好吧，就是维权，我也认同。所以牌坊省虽然说我有2个视频是因为诽谤被禁止在加拿大播放，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有待商榷的，毕竟那只是基于加拿大的法律，你基于其他国家的法律，我这个就不一定是诽谤了。毕竟对于我自己来说，这就是事实，对不对？所以这边我就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不算跑题吧，我觉得我还是提一下吧。就是当时不是北京帮我发声的嘛，很多人在北京的，因为北京的视频，他帮我发声的视频也被举报了，然后北京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有网友在留言，所以我就把几个网友的留言我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举报的理由不是造谣诽谤，而是侵犯隐私。然后这位网友说是泄露隐私是指别人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去，各种胡编乱造，包括民办组织部给老弟的即兴委任，因为跟事实对不上号，都算不得隐私。这不就是变相承认老弟挖出来的都是真的吗？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所以我就说，我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陷入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一个境况，因为我收到邮件的时候侵犯隐私，我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辩解，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是侵犯人家隐私了，这个我也认可，是吧？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描述的是事实，不是造谣诽谤，反而我对造谣诽谤的那个邮件，我还进行了一个向平台的一个回复邮件，我说我这不是诽谤，虽然最后还是给我驳回了。所以我就是觉得，从我主观角度来看，我没有去考虑过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就是真的。所以你说我是诽谤，我一定会针对你说我是诽谤进行一个反驳。然后这些旁观者就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了，说你以隐私的名义举报，就是变相承认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吧。如果我不曝光出来，我自己可能看不清很多细节，也会被蒙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你把它曝光出来，给大家讨论，给更多的人看到的一个价值，不光是给别人带来的一个避坑的价值，也是从这些事情中你可以自己去进步，去不断升级更新你对事情分析的能力和角度，所以都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再插个题吧，就像人家讲的，很多人网友因为我这件事情北京末发生，他也因为这件事情被很多网友去批评，包括我也事后也批评北京，他是我的恩人，我也批评他了。我就说觉得这件事情首先法律它是有它的局限性和它的官僚属性，哪怕是法律在美国它也有冤案，对不对？前段时间不是说美国有一个冤案判了几十年嘛，现在要向国家赔偿嘛，就是说很多时候法律确实我们应该遵守，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法律它不可能够很好的保护到我们这些普通善良的受害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过于死板的去依靠法律，这个时候你完全对你自己是不利的。比如说朱令的案件，他有没有依靠法律，对不对？但是最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也不说就是因为吧，就是中间有很多人觉得中间有法院不作为，或者是做事有疏漏，才导致证据没有被第一时间得到一个保护。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能靠法律去解决。还是那句话，我们就说我这件事吧，那边是加拿大的法律，我们人不在加拿大，我要跑过去投诉，那时间上和成本上我现在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这件事我又不希望他们这些恶人还在去骗人家，那我只能通过曝光来进行一个对他们行为进行一个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我就
很不理解那些人说，哎，你这个事情你觉得你有证据，那你就去告他，走法律平台，不要在网上说。我为什么不能说？公众平台包括那些新闻电视台，它有这个在正常国家媒体，它就是第四权利，它就是推动这些司法案件的一个力量。而且这些评论的人，我就想问你们一句，你们遇到这错误，我就不信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当然，很多人肯定是想法律，我不相信你们会去否定所有这些去做调查的新闻节目也好，还是一些自媒体也好。如果你觉得我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在网上讨论，我应该第一时间去走法律途径的话，那你就把所有这些传统的媒体、自媒体啊，但凡讨论公共事情，你都去把它告一遍，都去把它批评一遍，那就 OK 了。你不要只说我，好不好？所以这些人，我就建议你闭嘴，别在这里，要么你就是脑残，要么你就是水军，好吧？我就刚好讲岔题了，讲这么一点。反正这些视频我也是对我这些证据进行一个记录，也是一个备份。如果哪天我这个账号或者我的推特账号或者我的油管账号如果出现意外，至少我这些视频我还是一个备份。是牌坊省他勾结加拿大一枚黑白中介欺诈我，还是我在诽谤他？我相信我这些视频，包括油管对我这个视频处理的一个态度，他没有下架也没有封号，当然是我猜的，是吧？我希望看到我这个视频的人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不对的，我希望大家针对我说到的这些视频也好，还是我描述的一些逻辑也好，进行一个指正和批评。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是对的，我希望大家评论、点赞、转发、关注我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的看到。大家不用关注我这个账号，我只要关注我这个事情就 OK 了。好，谢谢大家。